我是18线小胡咖。这天经纪人不在，我偷溜到外面吃个夜宵，刚想付款，手机没电关机了。环顾一周，看到一直跟拍的狗仔哥，于是我冲他招招手，哥，过来付个款。狗仔哥骂骂咧咧就过来了。当初看你漂亮，以为你能火才跟拍你的，结果钱没赚着，现在还得倒贴。后来混熟了，狗仔哥鬼鬼祟祟跟我说，这次合作那男主你小心点。我兴奋，他要他了。狗仔哥，不，他暗恋你。正文开始。作为一名内娱18线小胡咖，我对自己的定位清晰明了，没有大红大紫的命，就时不时接点小活糊口得了。我挣的那3瓜2枣，我妈听了都笑掉大牙。这几天进组拍女1号的戏，为了上镜好看，吃了1个月草。今晚我的戏份终于杀青，半夜饿了，我就下楼走几步进了烧烤摊。糊就是最好的伪装，出门口罩都不用戴，太馋了，光想着吃，忘记看手机电量，刚想付款，手机啪的一下黑屏。我和老板面面相觑，2秒沉默后，我笑着让老板等等，扭头环顾周围，一圈终于在不起眼的角落看到了熟悉的身影，还举着相机呢。我冲对方招招手，哥，你过来帮忙付个款。片刻，那边穿得灰扑扑的一哥们儿蓦地从阴影遮盖的角落出来了，骂骂咧咧的扫码付款。江代，我真是上辈子欠你的，当初看你选秀漂亮，觉得你能火才跟拍，结果这么几年过去了，我钱没赚着，还搭进去78块。他话音陡然一转，瞪大眼睛看我，你一个女艺人半夜点78块的烧烤，一个人，那咋了？我奇怪地看着他，哥，你不会以为我吃不完吧？张佑泽，我忠诚的狗仔哥，用一种一言难尽的目光盯着我看了几秒，最后口吐金句，我宁愿你房里有第2个人，起码我能爆点黑料。话糙理不糙，但你这……我拎着打包好的烧烤对张佑泽道，哥，今晚辛苦了哦，改天请你吃大餐。狗仔哥露出了和我经纪人一样语重心长的神情。江代呀，你长点心吧，一天天的拍你我都让同行笑话了。哥，真是对不起你哦。吃了这顿烧烤后，我心满意足的躺上床，第2天搭乘航班回去。落地的时候走的要客通道，结果不知道哪个明星也同一时间落地，接机的粉丝一早就等在那儿，人群水泄不通。我推着行李箱艰难前进，怀里突然被某个粉丝塞了物料，一把扇子。低头一看，原来是纪明旭。纪明旭，一个近2年被粉丝戏称用脸霸凌其他人的顶流，正儿八经演员出身，18岁在某部电视剧演男号，一个配角让他走进了观众视野。此后的事业发展更是顺风顺水，命里就带着大红大紫。不远处人群呐喊的声音我终于听清了，纪明旭，妈妈爱你，老公我爱你。我对着这扇子翻了个白眼，倒也没扔。好不容易回到我200多平的小窝，我躺在沙发上瘫着，手机忽然响了，我看都不看一眼就接听放到耳边，喂，江代，我刚才在机场看见一个穿着粉色大号猫猫头 T 恤的人拿着我的扇子给我接机来着，那边传来欠揍的嗓音，是我眼瞎了，还是你偷偷摸摸成了我的粉丝，还不好意思告诉我？虽然知道这狗看不见，但我还是又翻了个白眼。纪明旭，我跟你差不多时间落地就够倒霉了，现在还听这种令人作呕的话，嫌我过得太舒服了吗？那头果然炸了，什么意思？你还嫌弃上我了？纪明旭，我妈闺蜜的儿子，小时候挺烦人，一小胖墩，不知怎么就越来越抽条，还越来越帅，比去整容还离谱。我慢条斯理的补充，那咋了？惹恼你姑奶奶我这就上网曝光你26年来的各种黑历史，让你见识一下你最大的黑粉是什么战斗力。片刻，那头换了话题，有个综艺邀请我了，要带个亲朋好友一起上，你要来不？综艺？我愣了一下，你找你公司那些前辈后辈不就行了吗？不会吧，不会吧，不会有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一个朋友都没吧？纪明旭可能被我攻击重伤了，沉默了几秒，破防道，你还来不来？我没将这事儿放心上，结果几天后，经纪人面色复杂的看着我，江代，那个综艺你好，当下怎么给你发邀请了？啊？经纪人用一种难以置信的语气继续道，你认识哪个人脉了？你终于意识到要奋斗了。我还是向邪恶势力低头了。经纪人说，好不容易有个能露脸的综艺，我要是不去，他就送我去选秀。我都26岁了，这把老骨头还让我在舞台上蹦蹦跳跳，我都怕膝盖关节一声脆响。下一步接收我的是医院骨科。也不知道狗仔哥是哪里来的消息，节目组明明没公布所有名单，只说了几位明星嘉宾会携手自己的亲朋好友上节目，所以有一半嘉宾还是保密状态，而他居然知道我要上节目。狗仔哥跟拍我几年，我们还加了联系方式，他给我发消息，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你终于有个像样的通告，我有种淡淡的欣慰感，好像一直啃老的女儿终于找到像样的工作了。我给他回了一串省略号。狗仔哥不知道哪里来的资料，给我发了份上节目的所有明星的注意事项，里面详细到人家演过什么角色、出圈场面以及说过什么金句等。其中关于纪明旭的内容，除了一连串网上能查到的信息以外，还有一句出道至今零绯闻，有可能是 gay。哈哈哈哈哈哈哈！我实在没忍住，很好奇地问了句：哥，你这些消息都哪些渠道来的呀？是节目组有人脉？保真吗？狗仔哥回复：社会上的事少打听。去录节目前，纪明旭还在微信上给我发：别说哥不关照你，这次让你蹭个大的。我回个问号，他就不回消息了，不知道在忙什么。也对，纪明旭的通告接到手软，他忙是很正常的，有一点点小小的嫉妒。但想想我这懒惰且没什么野心的人生态度，又觉得没什么了。拎着行李箱到达节目拍摄的场地时，我没忍住挖了声：这是什么超绝度假人天选地？大草原，蓝天白云，一望无际。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很抱歉地跑过来跟我说：不好意思，姜老师，导演那边临时决定将节目以直播形式进行，其他嘉宾也同意吗？我震惊，这么草率，说变就变，还是说节目组本来就打算这么干？没入这行前，看谁都觉得真性情，入了之后发现归根结底都是人设。娱乐圈有一半明星离公司打造的人设都得完蛋，这种直接在镜头前直播还没正儿八经的剧本，节目组就不怕这期结束就没下期吗？那位工作人员保持着良好的工作素养，微笑道：当然，我倒是没什么关系，那些大红大紫的都没意见，我能有什么意见？但我来的有点早，就干脆化完妆后等着。
这期节目邀请的4位明星嘉宾名气都不算小，除了纪明旭，另外有出道20来年的影后徐莹、歌手傅双妍，以及今年人气不错的爱豆苏静宇。观众得等到直播开启之后才能见到他们以及被邀请的嘉宾，我不用。没多久人就陆陆续续到齐了。纪明旭姗姗来迟，他从一辆黑色保姆车下来的，下车时身上穿着清爽干净的一整套，乍一看以为男大误入，眼睛不知道犯什么毛病，戴了个墨镜，他代言的品牌。就这么水灵灵的从下车就开始走秀，还一边对着4周的工作人员以及刚架起来不久的摄像头打招呼。一群工作人员包括导演呆滞地看着他。片刻，副导演试探性开口：“季老师，我们还没开始直播，您这是？”没开始。纪明旭明显愣住，语调都高了些，然后又迅速扫了眼周围架起来的摄像头，警惕道：“这段没拍吧？要是拍了给我剪掉，不许出现在后面剪辑好再播出的综艺里面。”他还小声嘀咕了句：“亏我专门设计的出场。”导演憋着笑：“放心，季老师，机器都没开呢。”真的。纪明旭试图用真诚的目光去考验导演的良心。导演肯定的点头：“真的。”40多岁的男人顶着壮似李逵的脸卖萌，纪明旭疑似被精神攻击，他沉默了。此时他还不知道这个世界根本没老实人。我默默低头，抬手捂脸，有点丢人。纪明旭走到我跟前，哎呦了声：“江小戴，今天跟哥穿同款衣服，故意的。”我默默伸手往旁边已经到场的嘉宾那边指了一下。这放眼望去，谁不和您季老师穿同款？节目组接的服装品牌赞助，现场所有嘉宾穿的都是同款不同色的运动服，乍一眼望去有点彩虹配色那意思。纪明旭自己做了妆造来的，用不着现场化妆。节目组那边还在调试直播设备，他跟着去捣鼓机器，还真让他从摄影师那拿了台不用的相机，不知道在拍什么东西。我先是盯着影后徐莹和歌手傅双妍化妆，前者是我的童年女神，后者也是放眼娱乐圈相貌和实力匹配的大美女。大概是我的视线实在太直勾勾，徐莹对着镜子看了我一眼，轻笑：“小江，你在看什么？”女神冲我笑了。我迷糊了一下，嘴角先咧开：“看美女呀，徐老师。”谁能相信这个大美女已经有了一个17岁的儿子啊？就这么水灵灵的站在他妈旁边，说是姐弟也不出奇。赵钱林估计看他妈这么多年，已经审美疲劳了，第一次跟着来上节目，在此之前从来没出现在大众视野下。他不解地看着包括我在内所有眼冒星星看他妈妈的人。江代姐，你们真不是因为我妈是前辈才这样的吗？我难以置信地瞪眼看他。不是，这熊孩子，他居然敢否认他妈的盛世美颜。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就看见女神又笑了，这一笑就好像回到她10几年前拍某部大热电影时的模样。完啦，好美。傅双妍笑着道：“小林弟弟，你对你妈妈的魅力有什么误解呀？”赵钱林其实和他妈妈有3分像，光是这3分，我就能想象到等下直播开始后会有多轰动。但其实轰动的还不止徐莹母子，傅双妍带着一起上综艺的是同为歌手的秦冉冉。至于苏静宇，她带了自己的双胞胎兄弟。一群工作人员盯着那2张一模一样的脸，猜谁才是真的苏静宇。一模一样的脸和发型，就连笑起来的神态都很像，只有身上的衣服不同色。不说话时，估计真爱粉来了也很难区分正主。我都不敢想，粉丝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个长相一样的正主是什么心情。这么帅的有2个，我看得出神，耳边忽然悠悠响起一句：“看什么呢？这么认真。”我转头一看，发现纪明旭也看着前面的双胞胎，只是眼神有点意味不明。他们一模一样，哎，连手腕内侧上的痣都在同一个地方。我有点少见多怪，双胞胎有什么出奇？纪明旭一顿，扭头看我：“你怎么知道人家手腕内侧的痣都一样？”嘿嘿，我娇羞一笑。刚刚过去打招呼的时候摸看了下，刚才还是苏静宇兄弟给我们几个展现他们兄弟身上的神奇相似点，连手指长度都一模一样。我顺手比对了一下，不算摸吗？纪明旭，他冷笑一声：“你喜欢那样的羊毛卷小帅哥，肩宽腰窄翘臀，搁谁不喜欢？何况是2个一模一样的。”我奇怪地看了他一眼，纪明旭走开了，可能是因为一些男人的胜负欲。也真是的，跟人家小男孩较什么劲儿？节目组的工作人员过来说了一些注意事项，直播就准备开始了。这会直播其实已经开了，涌进来的人数几乎是每秒恐怖式增加，在只有打印着你好当下的横幅静止背景下，弹幕刷得让人眼花缭乱。我趁着还没开始摸鱼看了眼，对4位明星嘉宾的人气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当然，纪明旭的粉丝不可能输。巨大的立牌前，纪明旭和另外3位明星嘉宾先出场。直播真正开始时，我甚至听见工作人员略担忧的来了句：“直播间不会卡吧？”立牌后面现在就站着4个人，每个人手里拿着一个面具。外面是傅双妍正在做自我介绍，她邀请来的秦冉冉就站在我旁边。说起来，像我这种舞技冲浪选手也没听说他们俩有什么交情，不禁八卦一句：“冉姐，你和妍姐什么时候认识的？”秦冉冉轻笑：“我们其实是高中同学，认识10几年了。”这藏得挺深啊。前面到纪明旭做自我介绍时，直播间跟疯了似的。事实上，因为这4位的人气都很不错，不管谁发言，粉丝都会疯狂刷屏，弹幕都在喊纪明旭的名字或者喊老公。差不多时间，工作人员提醒我们戴上面具，导演拿着大喇叭说了句：“请各位嘉宾邀请的亲朋好友一起上场。”我们这4个人就走出去了。我甚至还思考了一下，停下时需不需要凹个造型，摆个 pose。想想好像很有病，跟被纪明旭传染了似的，就放弃了。不过这样的出场方式有点怪，纪明旭也没想到这出，他迟疑着说出了观众的心声：“导演，请问我们这是要选心动嘉宾吗？”弹幕很活跃，乐死了。纪明旭瞎说什么大实话？节目组这套到底跟哪个相亲节目学的？哈哈哈！问题来了，几号嘉宾才是纪明旭的心动嘉宾呢？这个面具丑得这么别致，谁选的？导演似乎也卡顿了一下，然后强行解释一句：“我是为了增加悬念，吸引观众兴趣，别管土不土，你就说有没有用吧。”好强有力的回答。纪明旭勉强接受了这个说法，他点点头。导演又拿起了他的超绝经典红色喇叭：“哪位老师先选呢？”纪明旭做了个请的动作：“徐老师先请。”徐莹是前辈，这种时候让他先来很正常。他没推辞，而是笑得一脸温婉地往前走。这会儿弹幕全部变成了女神好美和女神选我。徐莹往前走几步，从我们4个人身边都绕了一圈，最后款款走到他儿子跟前，伸出了手。
戴着面具的赵钱林搭上了母亲的手，母子俩往回走。少年自己摘下了面具，对着镜头做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赵钱林。”徐莹笑盈盈地介绍这是自己的儿子。下一位认领搭档的是傅双妍，他径直走过去，牵起了秦冉冉的手。摘下面具后不久，大批秦冉冉的粉丝也跟着涌入直播间，他们连自家正主参加综艺拍摄的一点风声都没收到。剩下的纪明旭和苏静宇谦让了会儿，最后是苏静宇被他的前辈推着先往前走了。弹幕等等，这俩人其中有一个带了女性搭档，毒药啊！我刚好是他们双弹，天塌了！不是，女搭档怎么了？说不定姐姐妹妹之类的呢。我猜女搭档是苏静宇的，纪明旭身边有过几个异性。直播里，苏静宇笑着的，大概是想到自己即将要干什么，就觉得好笑。他倒是没牵人，而是直接站在我和他哥苏兰宇中间，低头笑了一下，直接伸手摘了他哥的面具。当另一张一模一样的出现在镜头前时，弹幕明显一致。紧接着，就像疯了似的，两个苏静宇，双生子。我勒个苏静宇，你没说过有个双胞胎兄弟啊？区区2根，前面的 big 蛋，所以朕的同人文太太呢？这是哥哥还是弟弟啊？好帅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双胞胎哥哥苏兰宇。苏静宇还开了个玩笑，除了衣服颜色不同，大家能分得清我们两个吗？兄弟俩一起冲镜头笑了一下，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对双胞胎之后就只剩下我了。纪明旭慢悠悠走了几步过来，笑得有点小贱。哎呦，只剩你了，我没得选。纪明旭，来江小戴，摘下面具做个自我介绍，大大方方的。他大大方方上了。我不是第一次参加综艺拍摄了，但之前选秀节目上百个姑娘争镜头，现在就8个人。当面具摘下，镜头对准我时那一刻，还真让人有点不自在。大家好，我是江戴。不是，这女的谁啊？长得还挺漂亮，就是好像没什么辨识度。纪明旭，你笑得那么不值钱干嘛？别告诉我这是嫂子。毒药啊哥，你才26，再闯2年才考虑个人问题吧？不介绍一下你们的关系吗？导演那边拿着小喇叭在 Q 流程，我看了纪明旭一眼，见他没有开口的意思，于是只能看着镜头道：大家好，我是纪明旭的邻居。是的，我和纪明旭名副其实的青梅竹马，就是两家挨得这么近，他混得这么好，我混得查无此人，又是同乡，还挺尴尬的。我们的关系有这么客套吗？纪明旭无语一瞬，随后对着镜头道：这是我发小。导演，那江戴老师是从事什么工作的？这并非导演故意为难我，前面的配对嘉宾也都介绍了基本的个人情况，像赵钱林刚结束高中生涯，秦冉冉是歌手，苏兰宇还在国外读博。我沉默了一下才开口，我是一名演员。旁边的人似乎轻笑了声，别人有没有听见不知道，我反正是听见了。这要巧，我也是演员，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和江戴老师合作。纪明旭说，纪明旭平时不怎么参加综艺节目也是有原因的，他出门都不端点人设，这阴阳怪气的小劲儿是真实啊。8位嘉宾全部出场，导演开始颁布任务了。你好，当下是一个生活类综艺，往期的内容也不过是做饭、吃饭、旅游和谈心等这些日常。每一期的内容细看其实大同小异，但因为上节目的艺人不同，呈现出来的效果也不一样。但以直播形式进行的还是第一次，算是一次很大胆的尝试。导演拿着个喇叭说，请每组嘉宾上前来抽签分配工作，齐心协力完成你们的美味午餐。导演，我听错了吗？纪明旭第一个不同意，你请我的时候不是说过来就是玩吗？让我吃好喝好，怎么现在还要自己做饭？傅双妍随即露出了怀疑人生的神色。导演，你跟我也是这么说的。徐莹这位前辈也跟着揭露导演套路，不是这边风景很好，很适合带孩子来玩吗？苏静宇，为什么和我说的是过来锻炼一下自己？导演你偏心，破案了，3个被骗来的，1个被哄来的。网友在直播间笑疯了，合同签了，直播正在进行时了，导演有恃无恐。我们提供了吃好喝好玩好的条件，你们体验一下自己动手的快乐，有什么问题吗？那边的食材看见没有，都是精心挑选购买的食材，包好吃的。发牢骚归发牢骚，活还是要干的。纪明旭这个大爷戳我，江小戴你去抽个签。另外3位去抽签的也是被邀请来的亲友，工作人员手里拿着个罐子，每人随机拿根签。我掏出来看了一眼，默默捂住了上面的字。事实证明，我的手气一直很一般。我抽到了洗菜，这是秦冉冉；我是架锅烧火，这是苏兰宇；我是饭后收拾，这是赵钱林。江戴抽到了什么？还能剩什么？我展示了手中那支签，上面就俩字：厨师。在周围各种声音中，我和纪明旭对视了一眼，这个对视大概只有我俩知道是什么意思。纪明旭伸了个懒腰，唉了声：我这厨艺呀。这声叹息后，其他人心里咯噔了一下。江戴，你会做饭吗？我脸色平静，我应该是会的吧。在镜头面前说话谦虚一点应该没错，但他们好像因此误会了什么。徐莹开口商量道：导演，要不我和小鸡他们组换一下分工？他17岁的儿子搭腔：对呀，我妈做饭好吃的比我爸强多了。他这句话勾起了在场人的好奇心。小林，你家平时谁做饭啊？阿姨做呀。少年脸上闪过一言难尽，耐不住我爸喜欢下厨。你爸看完节目要伤心了。徐莹笑道。导演一脸公正，不能换任务，但在旁边语言指导可以。节目效果就是这么来的。我和纪明旭2个人怎么看都不像是下厨房的人。一顿午餐就这么轰轰烈烈开始了。分工不同，也有先后顺序，所以现在直播间就分成了几个。傅双妍和秦冉冉去清洗食材，苏静宇兄弟俩在摸索着怎么架锅生火。我和纪明旭以及徐莹母子因为节目组的规定，想去帮忙都不行，不过就这么看着，两边各有各的兵荒马乱。苏静宇和苏兰宇这对双胞胎得到的关注会更多，尤其是他们的相处。导演这会儿过来了，他问：4位嘉宾要做个挑战，来赢你们今晚的住宿吗？纪明旭，导演，你别告诉我蒙古包都得我们现搭吧？瞎说什么呢？蒙古包又不是帐篷，你说搭就搭呀？不是，听这语气是真有过这个想法呀。做什么挑战？赵钱林迫不及待问道。导演露出了真诚一笑，很简单，你画我猜。我沉默，纪明旭也沉默，2个画渣开始谦让。我谦虚着，纪明旭，你画吧，我猜。他这会儿异常谦虚。不，江老师，您画。
季老师，您的粉丝都没见过您精湛的画技呢，他们肯定想看。纪明旭有点被讥笑，你粉丝也没见过你画画吧？我无所畏惧，我又没什么粉丝。纪明旭就这样被我架上去了，他拿着个画板，眼神幽怨地盯着我，最后在导演的指令下看了眼提词板，一脸便秘地开始画。等画板展现出来时，我沉默了2秒。前面长俩脚的大圆拼小圆是恶魔吗？还有那个长方形是什么东西？纪明旭激动地开口，这不很明显吗？弹幕都开始笑疯了，怪不得我旭哥突然这么谦让，他画的到底是啥呀？我试着说了几个词，没对。纪明旭蓦地指了指他自己，又指了指我，这个词完美诠释我现在的情况。他无力道，我是看不懂纪明旭画的东西，但我略懂一点他的为人，迟疑道，鸡同鸭讲。他指着我激动点头，差不多意思。脑中灵光一闪，我又斟酌着开口，对牛弹琴 ，yes。那玩意儿跟牛有什么关系？纪明旭理不直气也壮，猜出来不就好了吗？下一题，我们到底有些很诡异的默契在纪明旭画的很抽象的情况下，我也很抽象的答对了几道题。导演难以置信地问，我们题目泄露过吗？接下来是徐云画，他儿子猜。看着这位影后的画技，我和纪明旭默默抹了把汗，对比惨烈。这边游戏玩完，差不多该起锅烧油了。苏静宇这对双胞胎在那边愣是从韩系帅哥被折腾成了乡村小帅，被烟呛着了。我和纪明旭围着食材看了一眼，和他们商量着吃什么。苏静宇，哥姐，我们就按最简单的来就行，能吃就行。这孩子是不挑，确定食材都没有他们要忌口的。我和纪明旭就有模有样的围了围裙。刚刚说好了，只有一口锅，他掌厨的时候我打下手，我掌厨的时候他打下手，起锅烧油。旁边没活干的嘉宾跟着工作人员一起看着我们俩，连带着直播间的数据似乎也在上涨，仿佛下一秒已经遇见手忙脚乱的现场。然而意料之外，纪明旭一拿起锅勺，身上的气势就陡然发生了变化。食材下锅，旁边的人还没来得及开口指点，纪明旭就已经娴熟地开始翻炒和颠锅。我像个无情的小弟，随时根据纪明旭的吩咐递食材。旁边先是蛙声四起，接着不知什么时候安静下来。等纪明旭的第一个菜出锅，我接着炒下一个菜。他们眼看着大厨换人，愣了一下。姜代，要不这厨师就让纪明旭一个人当就好了，他会你就给他打下手就行。我一边往他们的方向看了眼，嘴里应着，没事儿，我也会点。下一秒，锅里放油，食材放下去，火烧得格外旺。我翻炒着，一边颠着，热锅里冒火，愈发衬托得我冷静的像在厨房里忙活20年的大厨。旁边又安静了，只有纪明旭给我打下手。我不知道这会儿弹幕闪过虎狼之词，我最想娶的男人和女人出现了，一夫一妻制，可以的吧？一锅出了6、7个菜，端上节目组摆好的桌，米饭盛上，接的广告小饮料一人一瓶放桌上，开吃。他们还在震撼，导演真情实感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你们不是说自己不会下厨吗？我困惑，我不是说了我会点吗？纪明旭，我什么时候说我不会了？傅双言用一种很欣赏的目光看着我俩，你们俩厨艺怎么这么好？我一顿，这个吗？说来话长，我小时候的爱好稍微有点小众，别人玩娃娃玩具车以及烧泥巴饭的年纪，我喜欢上看自家厨师颠锅。我爸给我定制了一套小孩专用的真厨具，他跟我妈还很给面子的尝过自家闺女几岁时做的菜，没熟，夫妻双双吃坏肚子，但这不影响爹妈对我的溺爱。因为那会儿跟纪明旭又是邻居又是同学的，抬头不见低头见，我玩什么他也好奇凑过来说自己要玩，然后我俩都成了在外不可能饿死自己的角色。关于下厨这件事，我初中时就能给家里整8菜1汤了，当然后来这个爱好也随着长大慢慢磨灭，但技能学了那是一辈子的事儿。桌上基本对厨艺一窍不通的双胞胎兄弟冲我和纪明旭投来敬佩的目光，尤其是在国外留学的苏兰雨，他很真诚地问了一句，厨艺能速成吗？满脸写着渴望，不知道孩子在外面都经历了什么。这顿饭结束，我舒舒服服地看了会儿蓝天白云，还觉得有点犯困。虽然在镜头前我充其量不过是个配角，但好歹是份工作，总不能随地大小睡。生活综艺当然也有休闲时间。我坐在遮阳伞下，抬头往远处眺望，忽然觉得不太对。纪明旭，你看看那边山坡上是不是有点什么东西？纪明旭闻言也跟着望过去，是好像有什么在动，有点像人。我问问他们有没有望远镜，我俩又是眺望又是拿望远镜的，不出意外引起了其他人注意。旭哥，你们在看什么东西？赵钱林凑了过来，大概是想看看热闹。我将望远镜递给他，道：那边山坡上好像有狗仔，这就是怪事了。其他人都跟着凑了过来，望远镜一个接一个传递，又是蛙声一片。你们谁家的站姐吗？这么厉害？几个人互相谦让，愣是没一个敢拍胸脯说是自家的站姐。我没敢吭声。那边山坡上那个小蓝帽看着有点眼熟，但我想了想，拍摄地点之前根本没在网上公开过，上节目的嘉宾不管是不是艺人，在人气方面大概都比我火，他们的大站姐没跑过来，没理由我那狗仔哥跑来了。下午休息了一段时间，直播关着，但摄像头还在随机拍点花絮。自由活动那段时间，我拿着手机看到张佑泽给我发了消息，你能不能好好表现，争取一下镜头？不然就像你这样佛系，等正片播出，你能剩多少镜头？有时候真觉得狗仔哥是我最忠实的事业粉，但他一直不承认，说拍我的目的还是为了赚钱。我斟酌了一下措辞，很委婉地问了句：哥，你今天在哪儿呢？那边回复：在山坡上用我大价钱买来的设备看你葛优躺。不是，那小蓝帽真是他，他有这份事业心，他干什么不成功啊？傍晚时分，直播再度开启，这会儿网友将该扒的都扒得差不多了。白天直播的时候，好几个词条同时挂在热搜上。井号徐儿子首次出镜，井号苏静宇，双胞胎，井号傅双言，秦冉冉疑似出柜，井号纪明旭，发小的井号。这几条热搜看过去，我和纪明旭对视一眼，一下子就点进了第3条。八卦，人之常情。网友也不知道哪来的神通广大，竟然短短几个小时就挖出了傅双言和秦冉冉2个工作上基本没有过交集的人，他们的 IP 在多个时间有重叠，并且2个人被扒出很多同款，有些因为是限量被怀疑是同一件衣服，2个人都穿过，叹为观止。瓜吃完之后，看同事的目光都有点不对劲儿了。但说实话，网友能看出来的东西，我一点也没看出来。
这会儿悄咪咪盯着人家看了几眼，这不是正常好朋友相处吗？我有点纳闷儿，好朋友之间的衣服首饰互相穿戴怎么了？纪明旭听了我的困惑，不知道想到什么，沉默了几秒。算了，反正你一直是木头脑袋，你怎么还人身攻击呢？纪明旭不理我了。直播间再度开启，网友们仿佛拿了放大镜在观看。傅双妍和秦冉冉到底是不是真的呀？这个答案对我很重要。杏元脑，你们真是够了，他俩不就是好朋友吗？怎么换衣服了啊？谁才是苏静宇啊？玩了粉了几年，真认不出来啊！管你们谁是正主，送一个到我床上，哥哥弟弟都行，服从调剂。搜了江代才发现，他是我几年前追过的小胡豆，选秀节目中途退赛了，亏我还给他投过票。纪明旭和他发小作为同行，每年过年走动的时候没少被比较吧。代入一下江代，我要碎了。林林要出道吗？求求了，好看的多上交内娱。导演又拿出了自己的超绝小红喇叭，我们今晚来点轻松的环节，不用我们做饭吧？苏静宇嘿嘿笑了声，我都看见师傅忙活很久了。苏静宇，你还好意思说？刚刚就看见你在偷吃。导演控诉，什么叫我偷吃？刚是我哥吃的。苏静宇控诉的更大声，别欺负你哥。导演说，苏静宇，他的双胞胎哥哥在旁边露出了腼腆的微笑。这一段后面被剪到正片后揭秘，真相是兄弟俩都偷吃了。苏兰宇本人腼腆但爱吃，烤得正香的烧烤就这么被端了上来。导演像是终于学会做人似的来了句，我们今晚就吃吃喝喝聊聊天就好。我第一次上这种综艺，说实话除了纪明旭，像这么大咖位的艺人也没见过几个，于是没有防备的跟着一起拿着肉串就吃，香辣香辣的。江代，我突然被 Q 啊，看到你手边的纸牌没有，随便抽一张。这句话听了就好像有诈，我狐疑的抽了一张，看到上面有颗黑色爱心。导演，这什么意思？导演在镜头后面露出了一个和善的笑容。刚才说了，我们今晚就吃吃喝喝聊聊天。这副牌里有几种图案，以你和纪明旭为例，抽到红心就说一件他不为人知的正面的事，抽到绿色的就说一件他委屈的事，抽到黄色的就随机点一个人真心话或者大冒险。黑色呢？黑色呢？纪明旭问。导演微笑说一件认识旁边亲朋好友以来他的糗事，别人不知道的那种。纪明旭咧着的大牙一下子就收回来了。是的，坐在他身边的是掌握他26年以来最多黑历史的人。我一时间没有说话，旁边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傅双妍来了句，江代别怕，这么多人呢。对呀，江代姐，旭哥以前有什么好玩的事吗？赵钱林也搭腔道。纪明旭看我的眼神里渐渐带上一丝哀求，他双手合十冲我晃了晃。导演的声音传来，纪明旭请不要干扰其他嘉宾。我倒没有怕他，就是在纠结说哪一件。小学2年级的时候，我们以前有个邻居家里养条小德牧，他很喜欢，嚷着说要和人家结婚，说这样就能和人家永远在一起了。说起这件事，我的嘴角就控制不住上扬。纪明旭咬牙切齿，江代，你这记性用在学习上该有多好？旁边都笑疯了。后来呢？亲家同意了吗？没同意，人家是小公狗，只喜欢女孩子。事实上，那个年纪的纪明旭精力充沛，烦人到连狗都怕他。我之后下一个抽牌的是左手边的徐颖，他抽到了一张红心，说儿子小时候有天抱了只小奶猫回家，说是外面捡的流浪猫，结果第2天人家猫妈就找上门了，使劲喵喵叫，控诉偷孩子，最后也留在家里了，养到现在，2只猫猫都还健在，肥肥胖胖，就这么转了一圈。赵钱林抽到黄色爱心，问苏静宇怎么区分他和他哥。傅双妍抽到红色爱心，说秦冉冉高中的时候1.6米不到，小小只的，有次校运会同桌低血糖晕倒，她直接公主抱1.7米的同桌赶去医务室，女友力 max。至于那个同桌，就是傅双妍本人。秦冉冉抽到了绿色卡纸，说起傅双妍刚出道时被无良公司骗的事。至于苏静宇和苏兰宇兄弟，2人都抽到了黄色爱心，问的问题都一模一样，坦白一件顶着对方名头干过的坏事。最后轮到纪明旭，我敢打赌，从他那个不怀好意的笑我就知道，刚才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回想我的糗事。结果手一抽，一张绿色爱心出现。纪明旭这会儿真的有点沉默，估计真的在绞尽脑汁想我这20多年真受过什么委屈吧。半晌，我听见他说，前几年江代去参加选秀节目，中途退赛，只说是个人原因。后来网上有不少人带节奏，说了些乱七八糟的话，其实是因为他腿伤发作，家里不让继续高强度跳舞，回去养病了。我脸上的笑容僵住。这件事其实当时的热度也不算大，但我总觉得退赛原因这一点没必要细说。横竖那会儿没什么粉丝，后来不知是谁在网上造谣说那档综艺有支3当3的练习生，风向被营销号一带，就被引到我身上，没头没脑的指控，还有不少人信了。当时我被网暴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公司还说利用一下热度，不让做澄清那么快，我没听，直接起诉了好几个带节奏的。后来才知道小三是存在的，还跟我一个公司，高层是为了保他气我。我因为不听话被抢了几个资源，等养伤完了后，也没什么通告能落在我身上，也难为经纪人偶尔带我蹭他手下其他艺人的资源。但不管这么说，这件事在我这儿已经过去了。谁知道纪明旭还记着，这事儿挺尴尬的。我当时跟高层吵架，还来了句中二病晚期的30年河东30年河西，结果几年了还是糊，好尴尬。我表情上没什么变化，很嘴硬。我没委屈，当年该告的告了，该对的也对了。要不是合同还没到期，我又觉得挺休闲的，这会儿都退圈了。纪明旭敷衍的嗯了一声。下一个还说我抽牌，抽到了一张黄色的爱心。我挑了一下眉，看向导演，导演随机点一个人，真心话大冒险都行是吗？对的。我嘴角又开始上扬了，目光在双胞胎兄弟身上流转。哥哥会唱弟弟团里的歌，或者会跳舞吗？苏兰语一顿，随后在一众期待的目光中矜持地点点头，会一点。能表演一段吗？我期待的搓搓手。我清楚想看表演的人根本不止我一个，也真的好奇长相一样但气质不同的人跳起来是什么样。苏兰语文质彬彬的，明明是一样的脸，但她就是让人想象不到在舞台上是什么样。苏静宇跟着鼓掌起哄，来一段，我看看你有没有偷偷学。我其实也不知道苏兰语是真会还是假会，只见他前一秒还斯文地站起来走了几步站到空地上，下一秒直接无伴奏全开麦，唱的是他弟弟成团后出了第一首歌，跳的动作也同样标准，嗓音说话时有点区别，但唱起来又好像。哇，
现场欢呼声四起，氛围烘托的正好。苏静宇也跟着起身，和他哥一起来了段。从导演的嘴角就能知道现在直播的数据有多好。苏兰雨的唱功和舞蹈功底看着都是有的，简直视听盛宴，我看得眼睛一亮又一亮。这场直播还没结束，这对双胞胎无伴奏合作的小片段就已经上热搜了。水灵灵的帅哥在眼前，谁不爱看？这段结束，我手掌都要拍疼了。旁边的纪明旭起身说去拿点冰镇的饮料过来，我总觉得他脸色不对，于是说声过去帮忙。拿食材的区域避开了镜头，我伸手戳了戳纪明旭。小旭，你怎么了？纪明旭，别学我奶喊我。好端端怎么不开心了？因为我说了你小时候要跟狗结婚的事儿吗？他没理我。你说我选秀综艺那事儿我也没跟你计较啊。纪明旭回头看我，你还计较上了？我跟你说多少次了，让你解约换公司，你非不听。这几年时间愣是浪费在那了，眼里就知道吃喝帅哥，这辈子没见过帅哥吗？我大方让你多看2眼，看吧。他还教育上我了，你我都看多少年了，再帅也看腻了好吧？我不是很服气。再说了，我现在还记得你小时候光屁股玩屎的事，看你有什么好看的？他很生气。江代旁边响起一道弱弱的声音：2位老师，你们麦没关，人怎么能闯出这么大的祸呢？我和纪明旭假装无事发生，回去录完了剩下的流程，但热搜已经安排上了，甚至词条还有点说不出的埋汰。井号纪明旭，玩屎的井号，井号纪明旭发小今天爆料，井号不管怎么说，这回真让我蹭了个大的。拍摄结束后，我看着手机里的各种消息，觉得应该去给纪明旭负荆请罪一下。还没等我去找他，经纪人的电话先来了。江代，你跟纪明旭认识这件事怎么从来没提过呀？我还心烦着呢。认识他怎么了？经纪人恨铁不成钢，你要早说你有这人脉，公司那边怎么可能给你穿小鞋？今天高层那边针对你开了个会，说要给你资源，我特地给你挑了几个不错的角色，虽然不是主角，但你的前途就要亮起来了。扪心而论，我经纪人真不错，手底下有几个蒸蒸日上的艺人，还惦记着被半雪藏了我。姐，我跟公司的合约今年要到期了吧？我打断了经纪人正在描绘宏伟蓝图的思路，他猛地一顿，似乎也明白了我的意思。不管我愿不愿意，纪明旭都已经被我蹭上了。今日过后，我当然会有对应的热度，也就有了商业价值。挂了电话后，我趁着夜深人静想去找纪明旭来着，结果一出门就碰见了刚走到门口的纪明旭。大晚上去哪？他问。我很理亏。找你干什么？我放他进来，然后左手手掌放平向上，右手食指和中指放上去，指关节一曲，做了一个小人跪拜的姿势。对不起，我错了，我总不能真给他下跪。错哪儿了？纪明旭看着我，悠悠问了句。我低头小声道，不应该在节目上说你小时候光屁股玩屎。纪明旭，不是这个。我抬头有点迟疑，这还不够丢脸吗？他又生气了。我看着纪明旭，小心翼翼问，那你原谅我吗？纪明旭似乎叹了一口气，他捏了捏眉心，没怪你，今晚的事我们都有责任。那你要先回去吗？我又开口道，这么晚了，你在我房里待久影响不好。纪明旭离开了，离开前还冷笑一声，托你的福，我现在就在和你同一个房间过夜，人家也会觉得我俩盖被子纯聊天的。热搜上比较靠后还有一条，井号纪明旭江代，纯有意的井号，综艺拍摄后后期加班剪辑，没多久就更新了。正片里加入不少直播没有的内容，所以还是有不少观众观看。纪明旭开场臭屁那段也被剪进去了，导演说当时没开设备的话像哄孩子般，只有纪明旭信了。他的粉丝笑得要死，托他的福，我也涨了不少粉，一些合作也跟着接踵而来。公司想续约的，我拒绝了那些新开的条件，一心只想走人。这会儿哇，我的公司还真不少，但我爸说了，他打算给我开个小小的工作室，就签我一个够了。然而在家躺了2个月，新的合作找上门来了。有个导演找我试镜一部上新剧的女3号，一些无缘无故的好运背后总有原因的。我一看，男主是纪明旭，我打电话问他，纪明旭也承认了。我推荐的你怎么了？导演只说了让你试镜，剩下的你自己争取。和前公司解约后，找上门的合作就多了。很可惜的是，虽然我靠啃老开了工作室，但我并没能够将前经纪人挖过来。试镜通过了，值得一提的是，我在剧里演的女3是男主的亲妹妹，也就是我和纪明旭在这部剧里当兄妹。进组后有个研读剧本的阶段，有天我太馋附近的小吃，出门逛了圈，结果张佑泽不知从哪个角落窜出来了。哥，最近伙食不错呀，看着气色好了不少。张佑泽叹气，还行，虽然拍你没赚什么钱，但顺带拍的别人赚了。有事儿吗？我知道他平时没事不会主动跑我跟前，提醒你一句，小心一下你这部剧的男主角。他瞥了我一眼，男主角纪明旭，我有点小兴奋。他要他了？他爸要提前等到他回家继承家业了吗？张佑泽，不是，他暗恋你。由于话太短而内容太出人意料，等我意识到自己听到什么的时候，我已经听完了。不是哥，你上次还说他是 gay 呢，这会儿怎么就暗恋我了？我觉得有点好笑。狗仔哥也不在乎我信不信，他说他看你的眼神不一般，你爱信不信吧？要不然怎么说我这狗仔哥淡泊名利呢？人家拍大明星都出名了，他专拍我这个胡咖不说，甚至给人爆料都不在乎人家信不信。我是不信的，这事儿也没和纪明旭提，拍戏嘛，专心拍。和发小一个剧组其实也有好处，他助理会顺便给我多准备一份减脂餐。我为什么要和你一起吃草？纪明旭，让你助理来准备，不也是吃草吗？拍戏为了上镜好看，对演员形体要求很高。我虽然没什么事业心，但也绝对不想当拉垮的那个。有天晚上约上女主以及男2一起去纪明旭房里对戏，太晚了，中途我打了个哈欠，往后靠沙发上闭目养神，结果没控制好，睡过去了。再醒来时，套房里就剩我一个，刚才一起来的女主和男2不知什么时候走了。下一秒，浴室门开了，一身水汽的纪明旭走了出来，他身上穿着黑色的睡衣，扣子没怎么扣好，我清楚地看见一滴水珠顺着他的下领线滑下，然后缓慢没入衣领。我看着他若隐若现的胸肌，有点一言难尽。你能不能注意点难得？纪明旭，这就不注意难得了。你平时上网看的擦边男算什么？你不是说他们都是纯情小男孩吗？他们呢？回去了。那你怎么不叫醒我？
我伸手捶他一下。你知道剧组这种男女演员共处一室得闹出多少绯闻吗？纪明旭看了我一眼，乐了。咱俩不本来就有吗？是的，网友的磕点真的很奇怪。和纪明旭一起上过综艺后，我跟他真的有了一些 CP 粉。我看过一点他们剪的视频，很怪，非常怪。剧组拍戏几个月，我还挺惬意，演技这点我不夸张，起码也在及格线上。纪明旭这人丝毫不掩饰我和他的关系亲近这个事实，久而久之我也就不管了，他自己不避嫌，那我就顺便蹭蹭吧。不过剧组同事对我俩的态度让我有点困扰，女主有时候会很兴奋地看着我和纪明旭聊天，她被网上乱剪的视频骗了，乱磕。我尝试跟她澄清我和纪明旭的关系，女主角说，我以前也跟旭哥合作过，他从来不会给别人准备餐食，也不会和异性有拍戏以外的肢体接触，而且他不拍戏时看你的眼神好温柔。完啦，他中毒太深，杀青那天主演收到了剧组准备的花。其实我前2天杀青了，但这会儿杀青我和纪明旭就要回家了，他让我等着一起回去，所以我也跟着蹭了一下杀青宴。纪明旭是助理不在，他直接拿我当小弟用，那束杀青的鲜花就这么水灵灵塞我怀里，帮我拿着。纪明旭晚上喝了点酒，我没喝，那杯要敬给我的酒被他拦下喝了，也没人说什么。他的助理姗姗来迟，我和他从酒店拿了行李就去赶飞机。去机场的路上，纪明旭和我一样坐后排，他大概是醉了，脑袋没地靠我肩膀上。我一愣，到底没将人推开，算了，没外人，靠就靠会儿呗。我以前喝醉酒，纪明旭也没嫌我会发酒疯。纪明旭过年还得上春晚，所以只能提前挑时间回来。他除了不受他爸待见，谁都待见，包括我爸妈和我弟。纪明旭他爸是真的想退休，很后悔只生了一个，觉得我爸妈生的2胎太有先见之明了。我爸妈说得做2手准备，要么我玩够了回家，要么我弟别中2病发作出去追求梦想。接下来1年的时间，我认真想了想自己这个发展路线。说实话，娱乐圈不是只要有资源就能火的，靠着资源小火不成问题，大火真得看命。正好有个剧本递过来，我看了一眼，是网剧的，以我的咖位，想在电视剧当女主角多少是有点难度的，除非真带资进组。靠着蹭纪明旭的热度，之前有几个剧组邀请我去试镜，但后来才发现，有些让我去试女主角的，其实是拐弯抹角，希望我能将纪明旭也邀请来当男主角，相当于只要男主是他，女主是谁都可以。人情世故真是玩明白了。然后我就去拍网剧了，够狗血够颠，节奏还够快。之前和纪明旭演兄妹的剧还没上，我主演的网剧都播出了，反响不错。我演男主的小妈，顺便还是男主亲爹白月光的女儿兼老婆，这个设定颠到没边了，刺激。纪明旭去看了，看完之后很复杂的给我发了一句，说我开辟了属于自己的道路，应该是夸我吧。网剧播完没多久，就到了和纪明旭演兄妹的那部剧播出的时间。作为女3，我得一起剧宣。这会儿我已经不是以前的18线胡咖了，但也还够不着3线，可能这部剧播完之后能勉强升咖。这段时间见纪明旭的次数还是挺多的，除了剧宣，还有一些红毯活动，有时候他还专门过来送点他奶奶做的爱心美食，爱吃。但出了点小问题，剧播到尾声，男女主的 CP 粉跟我和纪明旭的 CP 粉闹起来了。不知道谁在网上放很多拍摄期间的花絮，言之凿凿的说我和纪明旭肯定是谈上了。我点开那些花絮看了一眼，搭配他们配的 BGM， 要不是我是当事人，我都要信了。天杀的，老娘的清白！剧宣期间，男主和别人传绯闻算怎么回事？我麻溜的在互联网上滑跪，让工作室发了声明，就一个意思，没谈。晚上11点，纪明旭跟有病似的，他用自己的号转发了我工作室的声明，天塌了！我打电话过去跟他吵架，你那么大一公司，没一个人会写声明吗？转发我的算怎么回事？纪明旭，转发一下你的文案怎么了？这么小气？是小气的问题吗？本来就有绯闻，你懂不懂避避嫌？纪明旭说话很气人，江小戴，你大大方方的，我们有事才有避嫌的必要，没有的话避什么？好像是这么个理。但我翻了一下他的评论区，发现他粉丝的天才他了。哥，知道你俩关系好，但你转发人家的声明让我有点不好的预感。哥，我信你俩没谈了，但我现在有点怀疑你。笑死了，纪明旭粉丝发现比正主谈恋爱还糟糕的事了，哈哈哈！天塌了，哥我和人家吵架几天，让都别蹭你，结果你水灵灵送上门吗？这个评论区看得我云里雾里，后面在其他平台看了营销号分析，才发现结论是纪明旭单相思，垃圾营销号毁我青春。纪明旭不知道有没有看到这些言论，反正冷处理很快就没了。我的事业终于有了点起色，现在住的房子安保一般，打算换个房子。向纪明旭咨询了一下适合的楼盘，他说我这个小区合适，正好最近有空房，设施不错，要搬过来吗？我太信任他了，搬过去之后才发现，那所谓的空房就在他对门，也是他的。房子不满意吗？他问我。满意。我环顾了房子一圈，又将目光落他身上，对邻居不满意。纪明旭笑了，忍忍呗，房东说不收你房租，那我现在就搬出去了。那打7折，每个月记得准时给钱。纪明旭的房子很好，就是和他见面的次数多了不少。不进组的日子，早上出门晨练都能偶遇。他使唤我使唤得很自然。江小戴，我要出差几天，冰箱里有个蛋糕，你帮忙吃了。他给我打电话说，是的，我有他大门密码。进去一看，除了冰箱的蛋糕，沙发上还有个打开的盒子。我凑过去一看，我死活抢不到的限量版包包。纪明旭，你这怎么有个新款女包？你交女朋友了？纪明旭，品牌方送的吧？你喜欢？喜欢就给你了。我喜滋滋地拎着蛋糕和包包回到隔壁，后知后觉，纪明旭有这个牌子的代言吗？再看了眼手机，网上一堆的七夕宣传，好像有什么糟糕的事正在发生。我总觉得人不能，至少不应该。回忆搬过来这半年，纪明旭时不时的美食投喂，以及他偶尔扔过来的一些说用不上的东西，还有偶尔不好好穿衣服，总不能再勾引我吧？我又觉得自己想多了，于是收拾东西，打算出门进组开个小网剧。网剧挺好的，1年拍3部不成问题，我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网剧一姐。我拍电视剧没什么大水花，网剧他们倒很喜欢，也真是怪。这次的剧时间更短，2个月不到就拍完了。等我杀青回去，正好是晚上的时间，刚要开门，对面的门开了，纪明旭的身影出现。大晚上的，你吓我一跳。我拍拍胸口，纪明旭冷笑，
我就想看看你最近是不是拍戏手断了，消息都不能回。这小嘴真是抹了鹤顶红，太忙了，没看手机，拿我当3岁小孩骗呢。纪明旭往前走2步，再忙也没见耽误你发微博。失策，我斟酌了一下，门已经指纹解锁开了。我还是替你着想呢，咱俩绯闻都传快2年了，你也28了，保持点距离也好吗？纪明旭，为什么要保持距离？网上都说你暗恋我，再这么下去你怎么找对象？纪明旭接过我手里的行李箱，推开门就往里推，路过我的时候还嗯了声。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进去了。不是，他这个嗯是什么意思？我跟着进去，盯着纪明旭的背影，他还顺手给我收拾了一下凌乱的沙发。你什么意思？我问他。纪明旭转身看我，他似乎轻叹了一声。江代，我之前在想，如果话说得太明白，会不会连朋友都做不成？但你脑子真的少根筋，以前你就完全没意识到别人喜欢你，我还觉得挺好的，后来觉得也没那么好。我是喜欢你，想和你拥抱接吻的那种喜欢。他顿了一下，介于我们2家的关系，立刻谈结婚我都愿意。我愣住，一句话炸出了个大的。纪明旭，我们这么熟，跟乱伦有什么区别？我都有点口不择言了。纪明旭脸黑了，少乱比喻。他往我的方向走2步，凑近我，目光落在我眼睛。要不考虑一下吧，和我谈恋爱。都28岁了，这些年也没见你喜欢别人，为什么不能试试我？距离太近，我紧张地咽了一口口水。纪明旭的脸当然是有冲击力的，我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是什么？他亲亲我的脸，什么都可以。我不知道怎么面对纪明旭，他的亲吻轻盈又带着点克制，只是亲脸，但我觉得脸颊在发烧。我们不可以。我尝试启动已经宕机的 CPU。纪明旭说，不试过怎么知道？怎么可以呢？我们2家的关系这么亲近，真谈了分手怎么办？江小戴，是1个月好不好？他说1个月后你觉得还是不行，我们就再回到以前。原则上还是不行的。纪明旭说，就当成劝一下我吧，我喜欢你好久了，你总是不开窍，这样下去我也没法走出来的。不管我喜不喜欢他，纪明旭都是我很重要的人，我确实没法看他钻牛角尖。那天晚上我失眠到半夜了，早上起来发现纪明旭做好了早餐，喊我过去吃。想想昨晚答应他的事，我都觉得疯了。他说想知道我讨不讨厌和他接吻，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我说，当演员的接个吻很正常，和谁都可以。纪明旭说和喜欢的人亲是不一样的。他亲下来了，舌尖一点点勾着我，气息被掠夺，我那瞬间脑袋空子。纪明旭的气息完全笼罩我，只是接个吻，我不知道有没有技巧，只感受到柔软和心尖的颤。身体软下来那一瞬，他又顺势捞住，继续亲。这样的纠缠和撩拨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我和纪明旭一直以来纯洁的关系转变过程中，甚至有一丝荒谬的背德感。我头皮发麻。接下来的时间，接吻似乎成了家常便饭，我是不讨厌的，但依旧对我们的关系感到一丝迷茫。第15天，我和纪明旭都没工作，他在我这边待着，但一整天只有一个蜻蜓点水般的吻，一直都是他主动。我有点怀疑他是不是腻了，但亲习惯之后还真有点上瘾，嘴巴痒，想亲嘴，但纪明旭好像没这个意思。晚上10点，他放下手里的平板，说要回去休息了。我没忍住，在他要出门时，伸手将人拽了回来，按在门后亲。我勾着他的脖子，踮脚去碰他的唇，一点点描摹形状，再去寻他的舌。等纪明旭抱着我回到沙发，让我跨坐在他腿上继续亲时，我才意识到可能中计了，但好像不是很重要。情欲乃人之常情，但容易养成不良习惯。第30天晚上，我已经能没有心理负担地摸纪明旭的胸肌和腹肌，他仰靠沙发的模样好迷人。但过了0点，他拽着我的手，江小戴，再摸下去就收费了，给个准话吧，快被你吃干抹净了，还不喜欢我吗？他已经明知故问了。我细想过，除了纪明旭，我确实没能忍受其他人这样插手自己的事。我摸摸他的脸，你说喜欢我好久，为什么今年才？纪明旭叹气，因为今年才觉得你好像有点喜欢上我，前2年表白的话，你该跑了。对不起。对不起什么？我自己乐意。纪明旭说，真觉得心疼我，说点好听的哄哄我。纪明旭，你真的好好看。他笑了，瞎了这么多年，眼睛终于好了，不容易来亲一口庆祝一下。我和纪明旭谈恋爱了，恋爱进度很快，在一起的那天晚上，我差点融化在他手上。后来的进展更是做了火箭，他在床上夸我是漂亮的乖宝宝，可他说那么温柔的情话时，动作并没有很温柔。纪明旭不愿意避嫌，我凭本事谈上的，凭什么避嫌？大大方方的，因为过于大大方方，很快被网友发现了。奇怪的是，有部分网友很欣慰，说他终于谈上了。我纳闷，他们之前到底怎么看出来的？纪明旭捏我脸，是啊，除了你，人家都看出来了。有天晚上出门吃饭，没开车，我俩戴着口罩帽子，想打车打不着，放假期间车太多了。我往周围一看，不出意外又看到了一抹熟悉的身影，招招手，哥，你开车来了吗？我和纪明旭坐上狗仔哥的保姆车时，还感慨了句，哥，你也是好起来了，车都是开最新款。张佑泽，托你俩的福吧。是的，狗仔哥终于靠我赚上钱了，他还有点得意。我当初就说了他喜欢你，非不信。纪明旭扭头，你看人家眼神多好，你也跟哑巴似的，别提我了。下车时，我给狗仔哥递了张请帖，他看到后明显愣了一下，你们要结婚了？下一秒他扭捏起来，这请柬是单给我的，还是别的狗仔都有？只有你，让你发这个独家。我提了句，记得不该拍的不要拍呀。他乐呵的答应了。纪明旭牵着我的手回去，他说，你跟人家关系倒挺好，吃醋了？没有，我有结婚证，我吃什么醋？也对，我老公最大度最帅了。纪明旭，你看你也是会哄人的，平时不愿意哄我而已，多喊几声。我乐了，老公，老婆。他回道，番外。狗仔哥碎碎念，作为一名狗仔，我靠贩卖明星隐私赚钱，但我有自己的原则，什么能发什么不能我也清楚。至于怎么在人海茫茫中选中江代的，很简单，那会儿他刚参加选秀，年轻漂亮，还会唱会跳，妥妥的好苗子，私底下也没什么架子。那段时间我很缺钱，我老婆病了，需要一笔钱做手术，来钱最快的手段当然是中彩票和刑法上的任何一条。
我甚至想过拍到哪个大明星的黑料去讹一笔。选秀节目其实还是有线下粉丝的，江代没什么粉丝，但他这个人挺有意思，给自己为数不多的粉丝都准备了点礼物。他认得我，知道我是狗仔，但还是塞了个礼品带过来，笑眯眯说祝我生活愉快。他笑容挺能感染人的。正巧我今天想碰运气买彩票，就拿他的生日随机凑成数字买了。我起初没觉得这张彩票能带来什么，直到开奖，所有数字都对了，500万左右。我老婆的手术费绰绰有余，这是什么人间小锦鲤？他忘我呀。于是跟拍几年，虽然没火，但他也没他，很不错了。虽然我一直抱怨跟拍他没赚钱，其实你看人家兢兢业业拍戏，很棒了。再后来终于有起色了，我很欣慰。他那个发小也不错，能谈，跟他说人家喜欢他非不信。后来还是谈上了。作为一个收获顶流婚礼请柬的狗仔，我的人生走向了巅峰。虽然我算女方亲友，到了婚礼现场，看到了各种布置后，我还没什么反应，好歹新郎是顶流，有钱是应该的。再接着我看到了各位来宾和新郎新娘双方父母，才真正明白了江代那句让我不要乱拍是什么意思。跟拍他这么多年，愣是没挖出他身世，讨厌的有钱人。全文完。